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看图说话。今天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59，图解示范4。那么我再次强调一下，我在这里用的插图啊，有一些插图是禅师原文里面它有的，但是我这里其实是借用这位师兄或师姐叫萤石陪你禅中说禅，他发表在知乎上的这个插图，我们这里只是借用。那么版权的话还是在这位师兄师姐上，我们把这个地址都给到这里了。那么来看一下第59课讲的是什么？第59课主要讲的就是禅师教你怎么画线段。因为在画线段的时候，因为它至少要一个线段至少要3笔，这个蓝的就是笔，那么这个红的就是线段，对吧？那么也可以是什么呢？也可以是不是高低点？比如说我这个是低点，那个重新画一下，就是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那么我在画线段的时候，这两种都是线段，所以说这个不是画到高低点这种，其实就是用的递归的。画到高低点的话，就是看起来或者说你比较简单嘛，就是全部都是高低点取舍的话，你可能大概一画就知道了。如果说每一个都不用高低点，用次高点的话，那就稍微费劲一点。所以说禅师在第59课就教大家画这个画笔，但是在实际交易中，你看我在做解盘的时候，我很少用1分钟我递归到日线去，为什么？因为太麻烦了。禅师在文章中也介绍过，我们看一下这个每一个交易软件或者每一个，无论你是用 TradingView 还是用你自己的这个券商的，都有这些周期，对吧？我在做分析的时候，都是从比如说我们取月线先看大周期的，然后再看它的次级别，周线、日线、1小时、15分钟、30分钟，我们一点点往下降，这就是叫区间套。那么如果说你从递归的话，从1分钟递归到5分钟，递归到30分钟，递归到1小时，这个30分钟递归到日线，日线递归到周线、月线，这个是最精确的。但是太麻烦，没有必要。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从递归出来的这个3笔，就这3笔，你不是递归成一个这个线段吗？但是呢，比如说你从1分钟递归到5分钟，但是你在5分钟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3段合成之后，在5分钟上并不是一笔。我只是拿1分钟和5分钟做一个例子，举例子，你可以用，比如说你是用的是日线和周线，你会发现日线上3笔在周线上并不是一笔，它不够一笔，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它不是100%的对应。禅师所谓的周线的次级别是日线，日线的次级别是1小时，一小时次级别数，它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对应，所以是一个模糊的对应，所以你才会发现为什么在递归出来的这个线段和在大周期上看到的线段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它的这个在这里要说明一下，所以你要是用递归的话，只是一个大概齐的一个，对吧？够用了，不需要你每一个都从递归从1分钟递归到日线，太麻烦了。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因为很多人会在自己画的时候，比如我这3笔，对吧？那么但是我在现在看的周期是日线，我在周线上一看，哎，这3笔不构成一个线段，就会觉得是不是有问题，哪里画的不对？那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好的，我们回到这个 PPT，继续看谭师讲的这个，出差必用3张图才能把落下的走势，落下的走势补上。对于初学分析的人，最难搞的就是分清楚线段，所以在每张图上都继续用数字标记每一段线段，从中不难学会究竟线段是如何分析的。从这个它的原图里面应该也有这些数字，不难看出禅师在当时教给大家，他的这套东西的时候是非常用心的，对吧？这是非常花功夫的。其实，图中20到23构成的1分钟中枢产生延续，这就是20到23，就前3笔，因为它这个都是用的这个秒级别的，其实就是1分钟的吧，一分钟的 K 线。那但是它的级别的话是秒级别的，就是这3段，你只要画出前3段有重合之后，那后面全部都是延伸，对吧？产生中枢延伸。那么我一般在我的分析中，
这种我叫什么呢？叫中枢扩展。然后如果说上面又有了一个中枢，然后中枢高低点有接触，我叫它中枢扩张。在中枢的这其实我也是跟其他老师学的。我们在这个禅师之前也有朋友在这个频道里面提到过，他在文章中没有明确的区分这两种，什么是延伸，什么是扩张，没有明确区分。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强调这样？就是这是一个我们在只要定义好了之后，什么是扩展，什么是扩张。我一说扩展，你就知道是横向延伸；我一说扩张，就是上下两个中枢的这个高低点出现了交叉。我们这样交流起来就很方便，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明确这两个扩展还是扩张的一个定义。那么20到23构成1分钟中枢产生延续，29是这个中枢的第3类买点，在这里它就给大家画了一下，对吧？这是一个中枢，然后这个28到29一个回落。那么3买的话，一定是一个次级别离开，一个次级别回落，不回到这个中枢是3买，对吧？所以一定是一个你看上一个周期的时候，可能只是一笔上一笔下，但是它的次级别一定是要有3段的，这样的话才构成一个走势类型嘛。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点，在这里就是教给你怎么找第3类买点。那么第3类买点出现之后，那肯定要么是中枢继续往上生长，再次打高点，或者说就是出现一个3买转2卖也可以，对吧？出现一个在这里做中枢，可以2个中枢，甚至可以走反向。如果说出现3买转2卖的话，那可以直接走反向也可以。所以说在这个出现3买之后，就不再围绕这个继续中枢震荡了。有的人发现，那么我这个不围绕中枢震荡，比如说这里是3买，然后我上去了，然后我又砸回到这个中枢怎么办呢？那就是出现了中枢的扩张了，出现中枢的这个反向走势了。那么你需要从这个最低点画到30，然后从30开始断开，它是另外一个走势类型了，相当于它的大周期上出现了中枢震荡，晓得吧？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这张图在图2中，33是28到31，33在这里，那么是28到31，第3类买点，对吧？也是一样，一个回落是它的3买，然后37的话是32到351分钟的第3类买点，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没有啥区别，就是你构成了中枢之后，次级别离开，次级别回落，构成中枢，对吧？前面这个回落看到没有？前面这个回落叫3 plus， 什么叫3 plus 呢？所谓3 plus 就是次级别的3买，就3加。3加的话不是本周期，不是这下面这个框的3买，是它次级别的3买。为什么这里要强调这个3 plus 呢？因为3 plus 的这个买点比你后面这个买点要出现的早。你如果说在3 plus 的时候，这个3 plus 你买了，你后面能吃一段，然后你吃完之后就次级别吃了一段之后，本级别又回来了，然后又是一个就是按照定义的一个3买，你又可以买入，相当于你就相当于2个周期连立了。你小周期能操作一次，大周期又能操作一次。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次级别的3买的时候，你如果发现了的话，也是可以参与的，这就是不同级别了。好的，这就是这个图2。我们再看这个图3中，由于红箭头处比绿箭头高，就是红箭头处在这儿，绿箭头处在这儿，所以不能确定该线段已经完成了。也就是说，这笔的回落的话，比这个高，也就是说在这个中枢之上，对吧？在中枢之上，它完全是可以继续往上生长的，所以你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整个这段中枢，这整个这段走势类型是结束的，还要看后面的走势。因此，可以知道如何去把握线段的结束。一般来说，线段的结束与大级别的走势是一样的，在趋势中用背驰来确认，其他情况用盘整背驰，就是这种，对吧？其实这就是一个线段。那么你可以利用我们的那个扩展器测一下它们的空间是不是等比例啊，是不是背驰了，还是说已经不背驰突破了等比例。那么在一个中枢震荡中，
你可以利用它的那个 MACD 的柱子的面积，可以比较一下是不是有盘整背驰。如果有突发事件，就要看第二类买点、买卖点，其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所用到的级别特别小而已。而对于图3，后面的走势与42到45的1分钟中枢相关，无非就是中枢震荡，直到出现第3类买卖点。好的，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在这张图中，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在前面一刻钟7、8、9中，由于8下来，也就是这里低点3994.57与7中的高点3994.21极为接近。如果点数只用到个位精确的话，个位的精度，两者就完全一样，对吧？都是399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成是有重合的，就相当于这两个点是有重合的，因此可以画成3段。这样的话，它就是这样一个画。你看它这段画的时候，从8到9也是取的次高点和次低点，所以说3笔就可以构成一个线段。那么它这样的话就变成了3个线段。当然，如果精度要求到小数点后2位，也就是3994.57和3994.21，那么这7、8、9其实可以看成一个线段，对吧？一般来说，如果这两者如此相近，而且8中也有明显的上下上，就下上下就这段有比较明显的下上上下上下的时候，还是最好看成3段比较好。当然，如何看关系到你时间确定的精度，关键是统一去看。至于按哪种精度，都没有任何实质影响，对吧？所以这里你看成是这个1笔上去也可以，你看成是3笔上去也可以，就是看你的这个精度。好，我们看最后一张图，这张图是在这个附录里面的，也就是禅师写完文章之后，可能是看到大家的一些回复，又贴了一张。今天的走势没什么可讲的，昨天都已经描述的很清楚了。技术、心理、政策等压力都需要在这里震荡消化。由于今天没完全补上缺口，因此该位置依然是短线的关键。当然，上面说的42到45的1分钟，42到45，1分钟中枢，这里是构成中枢了。已延伸9段，也就是说这个中枢扩出去之后到9段了，成为一个5分钟中枢了，对吧？我们一直强调，如果一个震荡出现9段之后，它就升级了。比如说这是1分钟，它就升级到5分钟。后面具体的分析在上面的文章已经写了，就不再多说了。这里主要讲的就是这个级别升级的这种情况。你如果自己画的话，也可以就是大概齐的画一下，就是至少3段嘛，就画成1笔。所以说你看它最终这个交集重合的位置是不是超过9？好的，这就是第59课我们的看图说话。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周。下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PPI 和这个 CPI 了，因为刚刚过去的这周，我们有了这个非农数据，比预期的差很多。那么现在9月份降25个基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了，就看这个通胀数据是不是能够比预期的能好一点，然后就看它今年后半段，就是9月份之后。是降几次，对吧？也有可能他的这个讲话中会有更多的信息，也就是9月15号那周，就再下一周，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决议了。所以说周3和周4的话，因为数据的这个驱动，震荡是比较厉害的。那么来看一下图形，先看一下标普，然后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大周期月线上。月线上主要盯着这段，就是3491到这个6532。其实更大周期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处于什么状态。在这个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季度上，季度图上是有2个中枢的，下面有一个不太明显，它比较扁。
那么这里也有一个是比较明显，其实它在走季度图形大周期的离开段，这个离开段明显没有任何背驰迹象，也就是说这段跟后面这段比较，后面这段是没有背驰的，它完全是可以在上面这里做出了一个大中枢，对吧？跟这个同级别的，甚至再打一个高点，然后再选择方向。当然，它在这里做中枢之后，也可以往下选，不是说一定要往上选。所以现在连季度图上这个大中枢都没有出现，前面是尝试过出现，这里有希望出现再次回落一笔的话，它就会形成一笔，对吧？但是并没有连续跌4个季度，所以说还是拉上去了。那么这就变成了中继了。所以说呀，这个美股啊，你就看这个标普就知道了，这个生命力太强了。说即使有回落的话，像前面类似前面这里的话，还是3买，针对下面这个中枢还是3买。就是说，呃，回落不是问题，那前提是你有没有在该它要回落的时候进行减仓，或者说进行一个加减仓的动作。那么这是一个季度上的一个离开段，我们把它给高亮出来，看一下它的是在次级别上是什么。那么就是这个月线图上，月线图上它起涨的位置其实是在这里6679，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前面这3段或者说前面的1.5段还在这个下面这个季度的中枢里面，我们就简单的从这里就可以分析，也可以你从这里当成这个起始段不是啊，前面这个从这个起始段，因为这段回落还在中枢里面，所以如果说你从这个位置分析也可以，就是一个1、2、3、4、5，也就是说最后这段是处于一个5浪的状态，3491其实在月线的第5浪。如果说你把前面都算上的话，就是1、2、3、4、5、6、7，就是7浪，对吧？没有太大区别，反正就在尾浪。在大周期的话，它是处于一个已经是相对偏后的一个状态。我们也不是说7或者5之后就不能再上涨，它也可以回来之后再继续出现9的，是吧？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大周期上看到的。那么最后这一段或者最后这一笔呢，这段就是我们经常分析的了。周线上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大 A、大 B 2个高低点没接触，一个趋势上。然后我们现在关注的就是第2个中枢能不能够出现3买，能不能够出现3卖，或者说就拉回来，就这3种情况，对吧？就这3种情况，你涨得再高，它也是有回调的，只不过那个没有人能够预测到什么时候出现回调，那就可能就是各种因素，像标普这种大指数的话，都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对吧？我们关注的是合力的这个结果，而不是去关注，每一个分力都是怎么变化的。当然，如果说这个分力相较于其他分力力量比较大的，比如说美联储，或者说特朗普，对吧？他们也是分力，但是呢，他们的影响力比较大，他们能够左右这个合力的方向。所以说，我们要多关注。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关注美联储，会要关注川普的一些言论的原因，因为他们这个分力力量大嘛，对吧？所以说造成的破坏就大，或者说造成的延续性就大。那么关注重点这段是不是要延续，还是说延续结束了？次级别起始点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很清晰，小 A 小 B。如果说你把前面当成3段也没问题，就递归嘛，也就是3段。但是你要比较的时候，你在做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的时候，你可以从这里比较，或者从下面这个点取位置，就是这个一定是比跟比比较，它俩的级别一定是相同的。如果说你用前面这个，如果你画了3笔了，然后你要跟后面这个比，那就是错误了，因为前面这个3笔构成了线段，它的级别大了，跟后面是没法比的，因为后面只是一笔，它的级别小，对吧？那么现在我们就简单看，这是一个中枢，现在是小 B 段。那么小 B 段我们也之前也分析过，就是在它的这个次级别，我们当时没用这个1小时，我们用的是2小时，在这个这个小 B 段内部，因为用1小时的话非常复杂，但是呢用2小时的话就比较清晰，有2个中枢，这是它的起涨点，有2个中枢，然后高低点有接触扩张了。
那么如果说你用2小时画整个这个起涨的话，我们回头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4835起涨的话，在2小时上是有3个中枢的，这个中枢在我们刚才看的日线上也是中枢，但是在2小时上的话也是一个中枢，它跟那个日线的中枢位置差不多。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中枢，第二个中枢，这里就生成了第3个中枢，第3个中枢高低点又接触扩张了。如果说你以2小时分析的话，那么前面这里全都变成了进入段，它完全是形成扩张之后继续往上生长，然后在上面再做出来第2个大的扩张之后的中枢，也就是说这2个中枢的级别是一致的，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波上涨是可以的，是可以这样分析的，或者是这是可以这样生长的。那么如果说我们这里扩张了，那可不可以在这里结束呢？就是这样的话，从最低点直接到这个最高点，这样结束可不可以？也可以，其实就是前面这里是进入段，然后这里做了一个中枢，那么就变成了，然后又打了一个高点，相当于有离开了，就是有 A， 有大 A， 有小 B， 也可以结束的，那就要走反向，对吧？所以说2种都可以，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那个力度，想要往上生长，那我们力度要有，要不然的话，这个中枢级别非常大。你没有力度的话，你是逃脱不了的，只能上去又被拉回来，上去又被拉回来，然后可能好长时间上不去，那就慢慢倾斜往下走了，对吧？所以一定要有力度。他想往下走，直接结束这个的话，也要有力度，因为它的这个吸引力太大了，相当于2个行星，或者说比如是一个太阳，对吧？你原来只是一个地球，你想脱离地球的这个吸引力，现在变成太阳了，你想脱离太阳的吸引力就更难了。晓得吧？这就是升级之后的这个中枢的这个现在情况。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标普，我们简单说一下。我们再看一个这个因为会员的一个提问，这个 WDC， 就是应该也是跟 AI 呀、跟这个板块相关的一个，对吧？那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那么它的图形的话，我刚才在这个复盘的时候看了一下它的大周期，它的大周期非常的厉害。我们看一下它为什么那么强，它为什么走的那么强的这段。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12M，12M 就是每一根 K 线就是1年的。我们看一下它的年线图上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下面这里有一个年中枢，然后这里回落这一笔刚好形成了年中枢的3买，这个20.7，这是最高从多少？85跌到了20.7，还是下面的3买。然后我们再看，形成3买之后，又一笔打出去，又够一笔了，而且还突破前面的高点了。也就是说，这里是出现了3段了。那么这个是离开了，我们可以现在就比较一下这3段，还没有到等比例呢，等比例在105。如果说它能够到等比例，这个就是看看到了等比例是不是有压力，是不是要回落一笔。但是在年线上的话，再次回来也不过就是在这里做中枢，就是做第2个大的年中枢，甚至是不背驰，直接突破105，在上面继续做第4个，1、2、3、4回撤还可以有5。所以说啊，为什么它的那个走势这么强呢？因为它是在走3买之后的上涨。所以说我们现在关注就是20.7。它的这段，看看利用我们的区间套一点点往下降级别，看看它到底在干什么，对吧？看一下，这是年线的次级别，我们看一下季度，季度图上很清晰，从20.7，1、2、3、4、5段，对吧？构成中枢了，有进入段，有离开段，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的一个力度。哎，没背驰，看到没有？它用了2个季度就突到了1.618，这段就针对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它没有背驰，所以走的特别强。那么它没有背驰，它如果说它的内部出现了一些饱满的结构的话，它也是可以回落的。那我们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月线，月线上还是一笔没有结构，而且你看它的月线的这个 MACD 非常强，张口张的非常大，柱子的长度也都在伸长，对吧？非常强势。看周线，
还是一笔日线，哎，出结构了，1、2、3、4、5浪，日线上最后这段走了5浪，那么现在还在第5浪中，非常强。它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开始进的？你看它从这个起涨点这个位置，它不是在这个出财报之后，看到没有？财报在这里呢，就是最近的这次财报，它是之前这个财报出来之后，又有一段下跌，这段的时间就有人往里进了，然后它从这个位置开始拉升的，对吧？所以说前面这段就是在这个财报之前这段是最佳的位置，也就是这里面一个盘整背驰之后最佳的位置。出了财报之后就开始延续，尤其到这次财报之后就更明显了。所以说呀，它之所以这么强，它这个图形之所以那么强，就是它每一个周期都是在走离开，在年线上是走这个3浪的离开，月线上的话是带中枢的离开，季度上就是带这个中枢的一个离开段没背驰，然后月线上根本就没结构，就一笔，周线上没结构，日线上还是一个5浪，全是这种小的浪形结构往上走，所以它才特别强。那么现在针对这个图形的话，这个股啊一定要拿得住，因为它的图形太强了，一旦拿不住，就是说你去猜顶的话，就很容易卖飞它。那么一定要拿得住，尽量像这种强势的这个股票，你不做那个差价可能是更好的一个操作。你只要抱得住它的话，那你就能吃到更大的利润。现在这个第5段还是非常强，没有任何的衰竭迹象。你想要衰竭，起码要给一个顶分型吧，对吧？它甚至可以出来一个1、2、3、4、5、6、7，然后8、9都可以，这个都预测不了的。所以说，这只股票，这个，但是呢，不要往里追，就是说你等它回落，有耐心的话你就跟踪它，有回落的时候我这里可以买，然后吃后面这段，对吧？现在已经很高了，你现在这个位置追上去，又是一个5浪，你很容易吃一个刚买进去啪就打回来，对吧？那你就要套一段时间，当然，最终还是要往上生长的。好的，这就是针对这个 WDC，然后我们简单再看几个这个大家平时关注度比较高的，什么 Palantir 啦，Palantir 没有出现任何那个新的变化，我们主要关注重点就是66.12之后，它是一个1、2、3、4浪，4浪回来之后呢，还没有出现5，它一定要选方向，在这里要么突破163.19，要么再次跌破142.34才会选方向，对吧？要么就是4浪延续。要么就是第5笔出现了，现在它没有方向，它在1小时上有这么一个中枢，在做这个中枢震荡的。你要想操作它的话，那你就只能降低周期，去1小时上，去15分钟上，上5分钟上，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差价操作，就是中枢震荡，对吧？这就不继续说了。那么再看英伟达，英伟达的话最近调整是比较大的，但是它的大周期我们看周线上。从这个10.81、123进入段构成中枢离开，对吧？非常清晰。那么现在开始出现回落了，已经出现4周的回落了。那么现在还差1周，就下周如果说再打一个低点的话，那这个周线就回落就够笔了。回落够笔，我们就要关注这个中枢的位置。你可以用黄金分割，大概齐的测一下，对吧？如果说杀到这个位置0.382还没回来，还是300。如果杀到0.5就回来了，那就是继续做中枢震荡，对吧？那么就关注就是这4周的一个状态，日线上。那么这4周现在刚好是形成了3笔了，而且呢，这个第2笔的反弹特别技术，反弹到了184.47，最高点184.48。我不知道其他平台这2个高低点的数值有没有区别，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是后面这个高是184.49，那就比它高，对吧？但是在这个 TradingView 上，你如果说用某一个软件，你就一直用那个，就是在你当下的那个图形上画就好了。如果比这个高，也没有太大区别。但在我们这里的话，就是3段，这里已经形成3段了，我们可以比较一下这3段。现在是周5的时候已经跌破了等比例，看它周一能不能够拉回来，跳空上来，或者说就涨上来，出现底分型。当然也可以是一种包含，出现一个包含关系，慢慢爬上来，也可以。唯一不能出现的就是，唯一最好不要出现的就是这个快速下杀，杀到1.618，那就不背驰了，对吧？
这个不背驰那就可能出现4和5，那你可能想进的时候要等5了。那么这就五笔下跌之后，就要看下面这个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周线的大中枢的上沿儿，对吧？到了这个位置，发现哎没回来，还是要进场的，因为它还是周线的3买。所以说现在针对这个就盯着这2个位置，就是这个168.79能不能够拉回去，还是说如果说拉回去没有力度的话，那这样的话也会形成一个反向中枢，也可以继续向下。然后这里就所谓的这种变化的话，就是让这个结构啊变得更饱满一点，就是这样有中枢有进入段，然后哎这种的抵抗力度强，就是每一段下跌就有人买上去了，下跌有人买上去了，但是慢慢发现，哎，你买完之后它不往上涨，那么它这个区间会越来越小，会形成一种通道式下跌。这就是针对这个英伟达。我们再看一个特斯拉，也有朋友经常在直播中问，那特斯拉其实它这个图形啊，最近一段时间吧，走的是比较纠结的，尤其是在367.71和273.22之间，你看到没有？这2个高低点就决定了这个区间的大小了，后面的全在它的这个区间之内，它是一个区间震荡，而且是一种还没有说一个这个三角整理了，或者说扩张型的都不是，它就是2个高低点全在它的这个前2个高低点的这个后面，前2个高低点划分出来区间之后，全在它的内部做震荡。那么现在1、2、3、4、5、6、7、8已经8笔了，从这个起涨点214.2925的话，如果再下来一次就是9笔升级了，看它升级之后能不能够选择方向往上走，对吧？所以现在针对特斯拉的话没方向，你要想做的话，那就只能去更小周期看它的每一笔回落什么时候结束，对吧？然后再去这个找它的买点，那就是还是利用区间套方法，我们已经说很多次了。这是针对这个特斯拉。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以太币，以太币也是有群里面的朋友，这个频道里面的朋友也是经常问。那么我们在周5直播的时候也说过，对吧？它的就是从这个起涨点，一个中枢，两个中枢，那么第2个中枢现在只是站定在这里，因为它这一笔你没有办法说它结束，它可以继续向下延伸，这样走反向也可以，或者说到这里结束了，然后反弹往上走，或者说在这里继续做中枢震荡，对吧？所以现在就是看它怎么选。但是现在这个下跌动能还没有被完全消化，它完全是在小周期做一个中枢，然后再次打掉这个小低点，甚至是再次跌破这个4062.24也可以，只要不出现快速往下杀就没事儿，对吧？如果说只是一个缓慢的这样的话，还是中枢，对这个中枢没有变化。所以说，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了。从这个起涨点你看的话，它就是一个相对偏高的位置。所以说，你如果说已经获利非常丰厚的话，我拿出一点仓位来，就是获利了结，一点问题没有。等待它有大的周期的这个回档，或者说，哎，我这个在这里卖出了一些了，那再上去怎么办呢？上去你有底仓了呀。既然你长期看好它的话，你手里是一定要留底仓的。那么比特币的话也是一样的情况。比特币跟它那就更偏弱一点。比特币我们之前也是在周5也分析了，这是起涨点，然后这里是3段构成进入段，然后开始做中枢离开，然后它这个结构更饱满，这里是3买。在这个以太币那的话，它只是一笔，还没有跌破这个3买。这个比特币的话是已经跌破3买了，而且回到前面的中枢了，说明它现在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震荡，对吧？所以说这一笔反弹就关键了。你看它现在已经反弹够一笔了，连0.32都没碰到。如果说出现了一个反弹非常弱的反弹，直接可以往下砸，或者甚至是一个不背驰的出5.5段。所以说现在比特币要稍微小心一点，比刚才那个以太币的图形要差很多。那么这个小周期上我们也看过它的4小时3笔，从这个起涨点1、2、3笔构成了这个日线的一笔，然后现在又开始出现回落了，然后在这里小周期又开始做中枢，就要看它是不是再次打掉这个，再次跌破这个位置的话，就会出现4小时的一笔。那么这样做一个中枢也可以，然后得到支撑再上去也可以。所以说这个的力度下来一定不能强，就这个
跌破它也没有太大问题，不能跌破这个位置，对吧？你直接把这个干破了，那就直接就这个就是成了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日线的二脉了，这就变成了日线二脉。所以这个下跌的速度一定不能快。你一旦发现，首先你会发现它跌破它的时候，小周期上还是结构很简单的往下走，或者说是在走小 B 段的时候，那你一定要小心，它就再次去跌破这个的，就是前面这个低点，就是大概率了。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